娶个城里媳妇儿花了18万，我得看她值不值。妈，城里姑娘娇气，你可得好好调教。我同学娶个城里的，天天给婆婆洗脚。那当然，我是婆婆，她是媳妇儿，天经地义。那不一样，你那个年代有什么不一样？媳妇到了哪儿都得低头。妈，晚清人挺好的。你闭嘴！还没进门就护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进门第一件事，让他给我们全家磕头，这是规矩。妈，你这规矩够大的，不大能镇住他。你哥那样，我不镇着，这媳妇儿能上天？妈，现在不兴这个了。兴不兴我说了算。你去村口看着，婚车到了叫我。哎呦，这新媳妇儿真俊，穿的也体面。俊是俊，就怕干不了农活。你看她那手白白嫩嫩的，人家刚嫁过来，你们少说两句。说两句怎么了？王桂兰那脾气，这媳妇儿有的受。可不是，18万的彩礼呢，王桂兰心疼着呢。来啦，想进我家门，先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这是赵家的规矩。妈，现在都新社会了，我给您鞠个躬行吗？不行，鞠什么躬？磕头，3个响头，一个不能少。妈，你给我闭嘴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对对对，老规矩不能丢。现在年轻人谁还磕头啊？我家的门就得按我家的规矩，谁不服站出来说。桂兰，孩子刚嫁过来，我怎么？我当年嫁到赵家，跪着磕了6个头，3个给婆婆，3个给公公，她凭什么不磕？妈，给您磕头了，祝您身体健康，祝您万事如意，全家和睦。这还差不多，起来吧，以后家里的活都是你的。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饭，6点喂鸡喂猪，7点下地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妈。这媳妇儿太好说话了，以后有的受。可不是嘛，王桂兰这人得寸进尺，哎，造孽呀！谁让你做了？新媳妇儿第一顿饭站着伺候，这是规矩。妈，我忙了一天了。忙什么了？磕3个头就累了？我当年结婚第2天，天不亮就起来做饭，谁心疼我了？妈，让他坐下吃吧。赵大勇，这个家谁说了算？你说还是我说？您说。那你就把嘴闭上。嫂子，你就站着吧，我妈高兴就行。嫂子，你就站着吧，我妈高兴就行。大勇，你先站着吧，等我妈吃完。大勇，吃。小军，你也吃，多吃点。妈，我呢？你等我们吃完，你上厨房吃，这是规矩。什么规矩要媳妇站着看一家人吃饭？我定的规矩，你嫁到我家就得听我的。不服气，你现在就走。哼，饿了，忍着，饿急眼了，剩菜剩饭吃得香。嫂子，你这肚子叫的比闹钟还响。4点了还没生火，你想饿死全家啊？妈，这个灶我不太会用，城里的灶是电的。废物，让开！花了18万娶个废物回来。废物，让开！花了18万娶个废物回来。我告诉你，耽误你男人和你小叔子吃早饭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们赵家不要废物。妈，我很快就学会。你学什么学？你就是懒。城里姑娘都懒，好日子过惯了，跑我们农村来享福来了。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干活的人，熬粥去。怎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连粥都不会熬？我家有保姆。有保姆？吹牛吧你！你家有保姆，你嫁到我们农村来？你家有保姆，你爹还要18万彩礼？编，接着编。我没编。行了，别废话。米放锅里，水没过米2指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熬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噗！这是粥还是刷锅水？米是米，水是水。妈，婉清第一次做，做不好我就骂，骂到会做为止。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嫂子，这粥确实没法喝。你以前在家不做饭？我家有保姆。又来了，有保姆。你家有保姆，你倒是叫来给你做饭啊！吹牛不打草稿。
真的？是真的。那你叫你那个有钱的爹来接你啊！你叫他来，我在家等着。那你叫你那个有钱的爹来接你啊！你叫他来，我在家等着。装什么可怜？一个口子能死人啊！妈，他手破了。破了就破了，农村人手谁没破过？你心疼？你心疼你替他做饭去。我儿子的内裤要手搓3遍，外衣内衣不能混，裤子和上衣也不能混，记住了？记住了吗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5000。5000，我儿子8000，你高攀了。要不是大勇年纪大了，谁要你？村里翠花你知道吧？人家男方出10万彩礼就嫁了，你18万，你得干多少活才能还上这18万？妈，那彩礼是我和大勇的。什么你和大勇？那是我的钱，我养大勇30年的钱，你才来几天？嫂子，顺便洗了，我待会儿要出门。好，听见没？要伺候好小叔子，他以后有出息。你在家好好干，以后小军发达了还能记你一功。嫂子，你好好干，我以后在城里买房了，接你去住。真的？那得看你表现，把我袜子洗干净了，我在婷婷面前替你说好话。这件没洗干净，领口还有黑印子。妈，我搓了3遍了。3遍不干净就搓5遍，搓到干净为止。你是给谁洗衣服呢？给我儿子洗衣服，你糊弄谁呢？我没糊弄。还没糊弄？你看看这领口，这能穿出去？大勇在外面干活，穿不干净的衣服让人笑话。我重新洗。洗，我看着你洗。洗不干净，今天别吃午饭。你看王桂兰儿媳妇洗衣服，她坐旁边看着，真享福。听说这媳妇一个月才挣5000，大勇8000，可不是高攀了。王桂兰跟我说了，那18万彩礼她收着呢，要给小军买房啊。那不是给儿媳妇的彩礼吗？这合理吗？到了王桂兰手里还能吐出来？你看她那架势，这媳妇以后有的苦吃。她当年不也被她婆婆欺负得哭天喊地吗？怎么自己当婆婆了，比别人还狠？谁知道呢？有些人受了苦，就觉得别人也该受一遍。客人没吃完，你急什么？去厨房吃，这是规矩。妈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他今天活干完了吗？猪喂了3顿吗？鸡笼收拾了吗？地扫了吗？妈，都干完了。干完了也不能上桌。我还没吃完，你急什么？去厨房。妈，我有话想说。说。我嫁过来半个月了，一顿饭没上桌吃过，这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我当年嫁过来，在厨房吃了3年，3年，你半个月就受不了了，矫情。您受过苦，不代表我也要受。管了你了，敢顶嘴！张大勇，你媳妇顶嘴，你管不管？你去厨房吃吧，别让妈生气。你也觉得我该去厨房？就一顿饭的事，别闹。好。你刚才在桌上说什么？不合适？什么叫不合适？妈，我说的有错吗？有错，大大的错。媳妇儿上桌吃饭，那是城里人的做派，农村没这规矩。农村也没法律规定媳妇儿不能上桌。哼，法律，在我家，我就是法律。我问你，你那18万彩礼是你娘家借的吧？是我自己的积蓄。是你娘家借的吧？是我自己的积蓄。5000块工资能攒18万，骗鬼呢！我之前工资高一些。什么你的我的？你嫁到我家，你的钱就是我家的钱。还有，你工资卡呢？交出来。什么？工资卡？这是规矩。你去问问张秀兰、刘大姐，谁家媳妇儿不是把工资卡交给婆婆？婆婆管家，天经地义。以后每个月我给你500块零花，够了。500不够，我还要买卫生巾、护肤品。买什么护肤品？浪费钱。卫生巾村里小卖部有，2块钱一包，够用了。妈，别叫妈，叫也没用，钱在我这儿，我说了算。少糊弄我，那彩礼18万我也收着了，给你小叔子攒着买房。你小叔子有出息。妈，那是给我的彩礼，不是给小军的。你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你的就全都是我家的，在这个家就是得听我的。婷婷啊，小军说了，年底在城里买房，首付30-40万，我们家出。阿姨，真的吗？30-40万够吗？我看上的那个楼盘首付得45万。
30-40万够吗？我看上的那个楼盘首付得45万。45万啊，够。大勇结婚的彩礼18万，一分没动，全给小军留着呢。加上他嫂子的工资每月5000，咱2年就够了。嫂子工资也给小军买房？那当然，一家人嘛，嫂子帮小叔子天经地义。嫂子，小心点，别烫着婷婷，她这衣服2000多呢。嫂子这衣服是地摊货吧？都起球了。穿好几年了。穿那么好干什么？在农村干活，穿好衣服也是浪费。婷婷你不一样，你是城里人，要穿好的。那当然，阿姨，我同事都穿名牌，一件大衣好几千。等小军买了房，你也上班挣钱了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阿姨，小军儿那手机屏幕碎了，我让他换个新的，他总说没钱。换，必须换，多少钱阿姨出？小军儿，听见没？买手机。妈，我那手机还能用。婷婷都开口了，你还磨叽。婉晴，你过来，你那个手机给我看看。妈，那是我自己买的。我知道，我看看不行。哎，这不是新款吗？12000呢。嫂子，你居然用这么好的手机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东西？婚前买的。放屁！你一个月5000能买12000的手机？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？我没有。这手机给小军军，你用小军那个旧的。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？我没有。这手机给小军军，你用小军那个旧的。妈，这是我爸送我的。你爸不是开拖拉机的吗？能送你12000的手机？小军拿着。谢谢妈。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我早晚查清楚。小军儿，你和婷婷什么时候订婚？妈别催，婷婷说了，买房就订婚。45万首付，我上哪弄去啊？把嫂子的彩礼和工资都给我呀，18万加嫂子1年工资6万，这就24万了，你再凑凑。我哪还有钱？你爸住院都花光了。那你再去跟嫂子要啊，让她娘家再出点。婉晴啊，小军要买房，你还有没有存款？先借给小军，等他发达了还你。妈，我的积蓄就是那18万彩礼，你已经拿走了。那点钱哪够？你娘家那边能不能再出点？妈，我娘家条件一般。一般还装什么城里人？我看你就是穷酸。嫂子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，我将来有出息了，能忘了你？小军，你现在有工作，一个月也挣5-6千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攒？我攒，我一个月吃喝拉撒不用钱，婷婷买个包就2000。那你们省着点花。你管我儿子怎么花钱？我儿子花自己的钱，关你什么事？那为什么要花我的钱？什么叫你的钱？你嫁到赵家，你的钱就是赵家的钱。再说一遍，这个家所有钱都是我的，我说给谁就给谁。婉晴，多吃点，瘦了。赵大勇，他活还没干完，你给他夹什么菜？我养你30年，你给我夹过几次菜？赵大勇，他活还没干完，你给他夹什么菜？我养你30年，你给我夹过几次菜？大勇，你吃，我不饿。不饿，肚子都叫唤了。想吃饭就干活，干完活就能吃。嫂子，你这肚子比闹钟还准。妈，我今天干了一天活，猪喂了，鸡喂了，地扫了，衣服洗了，我能不能坐下来吃顿饭？干了点活就邀功。我当年怀孕8个月还下地割麦子，你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你那是你那个年代。我哪个年代？你瞧不起我？你城里人就高人一等。我告诉你，在我家你就是个农村媳妇儿，别给我摆城里人的谱。妈，婉晴没有瞧不起你。你闭嘴！你再说一句，我连你一块骂。我吃饱了，坐下。谁让你走了？我还没吃完，看着我吃。妈，你讲点道理。我不讲道理。好，那我今天就给你讲讲道理。第一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第二，你吃我的喝我的就得听我的。第三，你要是觉得委屈，门在那儿，随时可以走，我不拦你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你娶了个祖宗回来供着，干点活就喊累，吃个饭就挑理。我当年要这样，早被你奶奶赶出去了。您被您婆婆赶过吗？你说什么？您刚才说您当年要这样，早被赶出去了。那您当年也是这样被对待的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
我婆婆是我婆婆，我是我受过的苦，你凭什么不受？滚去厨房，今晚别让我看见你。妈要你工资卡了。忍忍吧，她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为了这个家，他把我的彩礼、工资都给小军，这叫为了家？小军是我弟弟，他还没结婚，我们帮帮他应该的。那我呢？我连自己挣的钱都不能花。你就不能让着点吗？她是我妈，我能怎么办？你是我丈夫，就不能帮我说句话？我哪次没说？每次说完他骂我更凶，你没看见吗？你那是帮我说话吗？你每次说一句就缩回去了。你什么时候站直了说过一句完整的话？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跟我妈对着干？她是我妈。她是你妈，我是你妻子。你告诉我，在你心里谁重要？你别逼我。我没逼你，你刚才的沉默就是答案。婉晴，算了，睡吧。婉晴啊，脸色不好，是不是没吃好？李婶儿，挺好的。你别太老实了，你那个婆婆吃软不吃硬，你要硬气点才不敢欺负你。我也想硬气，可是大勇他……大勇就是个窝囊废，你得自己为自己打算。你娘家呢，让你爸妈来给你撑撑腰。我爸很远，多远也得来呀。你看你瘦的，嫁过来1个月掉了多少肉。李婶，谢谢您。听李婶的，别太忍了，忍久了他们习惯了，以后更欺负你。你婆婆就是当年被她婆婆欺负狠了，现在翻过来欺负你。您知道她当年的事儿？她当年比你惨，大冬天用冷水洗全家的衣服，手冻得跟萝卜似的，晚上缩被窝里哭，跟我婆婆说等她自己当婆婆了一定对儿媳妇好。结果呢，比她婆婆还饿10倍。人啊，受过的苦，有的人记住了对别人好，有的人呢觉得别人也该受一遍。你婆婆是后一种。李婶儿，我知道了。倒完了，去把鸡喂了，别忘了捡鸡蛋。妈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头晕。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？头有点晕，可能发烧了。发烧？我摸摸，一点都不烫。装什么病？你就是懒。妈，我真的什么真的？我当年发着高烧照样下地，你这才哪到哪儿？去，别废话。你看那媳妇儿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，是不是病了？病了也得干活，王桂兰那人不让闲着。作孽哦！她当年自己发烧下地，不也被婆婆骂吗？怎么自己当了婆婆还这样？她现在骂得更狠。作孽哦！她当年自己发烧下地，不也被婆婆骂吗？怎么自己当了婆婆还这样？她现在骂得更狠。扫完地记得把院子扫了，院子全是鸡屎。妈，院子里昨天刚扫过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鸡又拉了。扫完院子再去把猪圈的粪清一下。妈，我可能真的发烧了，能不能让我歇一歇？歇了谁干活？我当年生还大勇第2天就下地，你发个烧就要死要活，别装！我扶你一下你就往我身上倒，站直了！妈，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。什么体质不一样？你就是懒病，在我家没有装病这种说。你要是在城里，你想怎么歇怎么歇，但是在我赵家不行。妈，我要真倒下了，家里的活谁干？哼，你威胁我？你以为你倒下了我就怕了？赵家离了你照样转，去，该干嘛干。婉晴，你怎么了？婉晴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他烧得烫手啊！真烧了，掐人中，还愣着干嘛？掐人中！没用，叫救护车！叫什么救护车？花钱，背去卫生院。大勇，背他去。怎么了？婉晴怎么了？发烧晕倒了。桂兰，你儿媳妇发烧晕倒了，你叫大勇背着去，叫救护车呀！叫什么救护车？几百块出这费你出啊！我出就我出，大勇叫救护车，快！李婶儿，
我家的事儿你少管，我不管。人要是出了事儿，你担得起吗？我担。她是我儿媳妇，我说了算。好，你说的。大勇，你妈说担着，你听见了？妈，看什么看？快背去卫生院。这挂的啥药？多少一天？病人急性肺炎，烧到39度6，医生说得住院观察，最少3天。3天？花那钱干啥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出院，马上出院。妈，他烧到快40度了。虚啥虚？我当年发高烧，喝碗姜汤发出汗就好了。我当年发高烧，喝碗姜汤发出汗就好了。阿姨，病人情况不稳定，现在出院有风险。有什么风险？你们医院就是想多收钱，我说出院就出院，这得医生签字才行。签啥字儿？我家媳妇儿我说了算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妈，医药费我自己出。你自己出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哪还有钱？我说了，我出，您别管了。你出？你拿什么出？你手机在小军那儿。您别管了，大勇帮我拿一下手机，我还有个旧的。你还藏着手机？这是我备用机，不值钱，我只用它打电话。给我。大勇，把他弄出院，住1天好几百，咱花不起这钱。妈，他烧那么高，我不管，你把他弄出来。你要是心疼他，这钱你出。我出就我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的医药费我出，从我这个月工钱里扣。你反了！你反了！你挣的钱是家里的，你敢背着我花？妈，她是我媳妇儿。我管她是谁，谁也不能动家里的钱。你们别在走廊吵，病人需要安静。你给我闭嘴！阿姨，您再这样，我要叫保安了。你叫啊！我看看哪个保安敢动我。喝了，别糟蹋粮食。妈，这是第3顿粥了，能不能给口干的？你病刚好，吃干的伤胃，喝粥。粥稀成这样，跟喝水一样。不喝我端走道了。嫂子，你还有个旧手机，给我看看。那是我的备用机。这手机也太破了吧，还能用吗？你藏了多少东西？上次那个1万2的，这次又翻出来一个，你到底有多少事儿瞒着我们？妈，这个真的不值钱，是我以前用的旧手机，只用来打电话。打电话给谁？给我爸。你爸？你不是说你爸开拖拉机吗？开拖拉机的，你一天打几个电话？说不出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手机我没收了，以后你想打电话用家里那个座机。妈，那是我私人物品。什么私人物品？嫁到赵家，你的人都是赵家的。小军，拿出去看看能不能卖了换点钱。好嘞，嫂子你放心，卖了钱请你吃糖。今天这粥又稀了，你是不是偷懒少放米？妈，您说米不多了。我说米不多是让你省着点，不是让你熬成刷锅水。行了，今天玉米地该除草了，吃完饭你下地去。妈，他病刚好，我去吧。你去，你一天工资300，他在家躺好几天了，白养着。妈，我去。嫂子，悠着点儿，别又晕地里，再晕可没人背你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婉晴，你怎么又下地了？你病好了吗？李婶儿，没事儿。你脸还是白的，是不是你婆婆又逼你？这老王婆子心也太硬了，病刚好就让人下地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拿瓶水。李婶刚才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，她给你拿水，她是不是又挑拨离间？没有，李婶是好心。好心？她好心怎么不帮你干活？她好心怎么不把你接她家去？我告诉你，别跟她走太近，那个女人嘴碎得很，到处传闲话。李婶没传过我的闲话，那是你没听见。行了，快干活，天黑了，干不完别回家。你看看你一身泥，我刚拖的地。妈，让我进去换身衣服，我冷。不行，去猪圈那边拿水龙头冲干净了再进屋。妈，外面下着大雨。你给我回去，这地我擦了1个多钟头，他一身泥一脚踩进来，我还得重新擦。妈，让他进来，会冻病的。冻病？他发高烧都能下地，淋个雨就冻病了。去猪圈那边冲干净。好，我去猪圈那边冲。
喝口热水，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，我去给你找点药。妈说药吃完了不用买了。那我明天去镇上偷偷买。大勇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问。你觉得你妈和我谁重要？婉晴，你别让我选，那是我妈。你没选，你刚才已经选了。我替你选，你选你妈。从进门第一天，我跪在水泥地上在旁边站着，那时候你就选了。婉晴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改。你别改，你已经不用改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累了，想睡了。妈，出事了！咋了？婷婷说了，房子首付不够，最低45万，咱们才凑了24万，还差21万。21万，上哪弄去？我嫂子让她找娘家要，她娘家穷的叮当响，上回我问过了。穷什么穷？她用1万2的手机，穷人家能买1万2的手机。妈，她肯定有事瞒着你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走，找她去。婉晴啊，妈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小叔子那对象要买房，首付还差21万，你看你娘家那边能不能想想法子？妈，我的彩礼和工资卡都在你手里，我拿什么找娘家要？嫂子，你就别装了，你那个手机1万2，你那旧手机虽然破，但也值点钱。你到底有多少钱瞒着我们？小军，我那手机是婚前我爸送的，我没有任何隐瞒。那你让你爸再出21万。我爸为什么要出21万？小军买房跟我爸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是我嫂子，你家的钱就是我家的钱。小军，你有手有脚，一个月挣5、6千。你说你吃喝拉撒不够用，那你少给婷婷买2000块的包，少抽好烟，自己攒。凭什么让我爸出钱给你买房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小军的房子不该让我娘家出钱，我娘家没有任何义务。烦了你了！我让你借钱是看得起你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！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让你借点钱怎么了？妈，这一巴掌我记住，记住了又怎样？你还敢打回来？小子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怪吓人的。妈，走吧，走吧。走什么走？今天他不答应借钱，就别想出这个门儿。妈，我不会让我爸出1分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小军的房子我不借，我爸也不会借。姐姐，你这是见死不救！见死不救？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，让一个外人出钱给你买房，你丢不丢人？你给我听好了，要么你娘家拿出21万来，要么你就给我滚！你给我听好了，要么你娘家拿出21万来，要么你就给我滚！妈，你又吵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你媳妇不肯借钱给小军买房，你说怎么办？婉晴，要不你先答应。答应什么？答应让我爸出21万给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买房？小军是你小叔子，小叔子就该啃嫂子。你是他哥，你为什么不给他买房？我哪有钱？你没钱就让我爸出。赵大宇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敢骂我儿子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你敢再打我一下试试？妈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。第一，我爸不会出事；第二，我的工资卡和彩礼你该还我；第三，从今天起，我不站着吃饭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只是不想再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翻脸？翻脸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。大伙儿都来看看，这女人嫁到我家，让
让他帮衬小叔子买房不肯，他吃我的、喝我的、住我的，让他借点钱跟要他命似的。这种没良心的东西，我赵家供不起。真要赶人啊！王桂兰这人啥事干不出来。桂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事坐下来说。说什么？没什么好说的。不听话的媳妇儿就是这个下场。妈，非要这样吗？谁是你妈？我没你这种儿媳妇，穷酸货，让你借钱你不借，还跟我顶嘴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不知道赵家的规矩。赵家的规矩就是把我行李扔大街上。对，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叫你爸来接你啊！我倒要看看你那个开拖拉机的爹敢不敢来。桂兰，这好歹是明媒正娶的，你把行李扔大街上，让婉晴怎么回娘家？她娘家穷的叮当响，有什么好交代的？她爸开拖拉机的，来就来呗，我怕他？桂兰，少说两句吧，乡里乡亲的。他爸要是开奔驰宝马，我跪着给他道歉。你刚才说我爸开拖拉机，怎么了？说错了？你没说错，你等着。我的天爷，这是刹车的表跟电视里头一样，奔驰后面那个是那是啥？劳什么？劳斯莱斯，那车好几百万！我的妈呀，这是谁家亲戚？他爸不是开拖拉机的吗？开什么拖拉机？你看这排场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谁打的？爸，带我走！爸来了，谁欺负你了？你跟爸说。王桂兰这回捅马蜂窝了，她把首富的闺女当保姆使唤，完了！我就说她不是一般人。她爸是谁？那车那是劳斯莱斯。劳什么？劳斯莱斯几百万一辆。你就是王桂兰？我是，您是？我是林国栋，林氏集团董事长。婉晴是我唯一的女儿。董事长。我女儿在你家，听说每天凌晨4点起来做饭？没有。听说她高烧39度6，你强行让她出院。听说你把她的工资卡、手机、彩礼全拿走了。我帮她保管。听说你刚才把她行李扔在大街上，让她滚。爸，林叔叔，我不知道。你是赵大勇？是我女儿嫁给你2个月，瘦了15斤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我林国栋用命宠大的独生女。你妈让她跪着进门，你站在旁边看着；你妈打她耳光，你站在旁边看着；你妈把她行李扔出门，你站在旁边看着。你配当丈夫吗？王女士，您刚才说林婉晴的父亲是开拖拉机的，现在林国栋先生亲自来接女儿，您有什么想说的？别拍我！我没有虐待他！你撒谎！我亲眼看到的，婉晴发高烧被你逼下地，晕在猪圈是大勇背出来的。你当时在家看电视，还有你刚才打了婉晴一耳光，印子还在脸上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林先生，您女儿隐瞒身份嫁到赵家，被婆婆虐待2个月，您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女儿林婉晴嫁到这个村子，想做一个普通的农村媳妇。2个月下来，她经历了什么？桂兰，我听说你说的，我要是开奔驰宝马，你跪着给我女儿道歉，开口吧。我没有，他在我家吃好喝好，你还撒谎。婉晴在你家2个月没上过桌吃饭，每顿都是剩菜剩饭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你是收了他的钱，我1分钱没收。桂兰，你自己摸着良心说，你当年被你婆婆欺负的时候，是谁在厨房里哭着说，等我当婆婆了，一定对儿媳妇好？是你。你别提以前的事儿。为什么不提？你婆婆不让你上桌吃饭，你蹲在厨房门口哭。现在你自己当婆婆了，你让别人蹲厨房，你比你婆婆还饿。这也太狠了！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但不敢说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记者，我嫁到赵家村2个月，遇到了不好的人，也遇到了善良的人。李婶帮过我，给我送过水，
替我说过话，我心里记着。但今天，我正式宣布，我要和赵大勇离婚。婉晴，不要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婉晴，不要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大勇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跑出来挽留我，是因为后悔，还是因为知道我爸是谁了？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答不上来，那我替你答。2个月，你每一次都在场。我跪下的时候你在场，我被打的时候你在场，我行李被丢出来时候你在场。每一次你都不说话。现在你来挽留我，是因为我爸的车停在门口，咱俩完了。这次是真的完了。小林啊，能不能再给大勇一次机会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呐。这是离婚协议3条：一、感情破裂自愿离婚；二、赵家归还林婉晴女士彩礼18万，第2个月工资1万元，共计19万。3、林女士保留追究虐待、非法侵占财产的法律权利。如果今天签字，第3条可以不追究，但王桂兰需公开道歉。还钱！做梦！他的钱就是我家的钱。还钱！做梦！他的钱就是我家的钱。桂兰，你坐下。婚姻法规定，彩礼是赠与女方个人的，婆家不能侵占。你收走工资卡，每月只给500，这是非法占有，告到法院你输定了。哪家不是婆婆管钱？你家的钱不给你婆婆？我婆婆没我工资高。您不信，那就不用谈了。我们走法律程序。到了法庭上，您骂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、穷酸货、废物，把我赶去猪圈冲凉水，打我一耳光，我会一句一句在法庭上说清楚。我手机虽然坏了，但邻居拍的视频还留着。什么视频？您不知道吧？今天您在门口骂我的时候，有人在拍。有话好好说。我好好说了2个月了，从进门第1天跪着磕头，到今天行李被扔在大街上，我每一次都说好的妈，有用吗？村长，您告诉我，好好说话有用吗？到了法院，你可不止还钱这么简单。虐待罪、非法侵占罪，你要真被判了，小军以后找对象更难。关小军什么事儿？你说呢？婷婷家已经开始托人打听你们家了。签吧，这是我们俩这辈子最后一次一起签文件了。婉晴，对不起。这句话你说了无数遍，但从来没用行动证明过。现在说太晚了。婉晴做得对，以后好好过。李婶儿，谢谢您，我走之前会给您留电话。好，肚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婉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跟你搬出去住，再也不让我妈碰你一指头。大勇，我给你2个月机会了，每一天都给了，你每天都没抓住。现在我要走了，你来抓我了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你把我害惨了！我怎么害你了？你把人赶出去了。他爸是林国栋，全国排得上号的有钱人。你要是对他好一点，咱家现在是什么光景？我至于跟婷婷借钱付首付吗？你现在怪我了？我欺负他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？他手机谁拿的？你。他端茶上来谁先的赌？你。他晕在猪圈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他的活全推给他。那是你教的，你从小教我这样。你说嫂子就是来干活的，我教你你就学。你25了，好赖人分不清。好，我不跟你吵，我就问一句，我首付怎么办？我哪里有钱？你没钱，他爸是首富，你把人得罪干净了，首付也泡汤了，你满意了吧？你给我滚！你打我，你害了我们全家，你还打我！够了！妈，我问你一句，他发烧晕倒那次，你为什么不让叫救护车？花钱。他爸是首富，你怕花什么钱？你是怕让人知道你把儿媳妇虐待晕了。还有，今天你把他行李扔大街上的时候，我在哪儿？我在门口站着，我看着他蹲在地上捡衣服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妈，我是窝囊废，你从小就让我听你的，我听话了，把媳妇儿听没了，你满意了？婷婷，赵小军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妈是网红了，恶婆婆骂街合集播放量300万，咱俩完了。婷婷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我妈说了，你连亲嫂子的东西都抢，结婚了我能有好日子过，咱俩完了。
今天大喜，林婉晴女士以个人名义向咱村捐款2000万，大家欢迎。各位乡亲，我在赵家村住了2个月，遇到了不好的人，也遇到了善良的人。这笔钱是我对这片土地的一点回馈，用途我定了3条：第一，修路；第二，翻建村小学；第三，建村民活动中心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这笔钱由村委会和第三方共同管理，每一笔支出公示审计。另外，赵大勇一家不得参与任何项目建设，不得承包任何工程，不得经生手死任何款项。2000万的大工程，赵家1分钱都摸不着，连修到家门口那段路都是别人给他们修的。婉晴，这条件我代表村委会同意。谢谢村长。王桂兰，别走啊！你儿媳妇给村里捐了2000万，你不说2句？她不是我儿媳妇了，她跟大勇离婚了。为什么离？因为谁？你把他行李扔街上，指着鼻子骂，全村都看见了。就是你把他赶走了，人家现在给我们修路建学校，你自己家里都捞不着，啥感受？林婉晴，你太狠了！我狠吗？您把我行李扔出门那天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穷酸货，滚蛋！”我不滚，我走。但我走之前得让您明白，赵家村以后每一条路、每一盏路灯都跟您没有关系，是您把我推出门的，我不过是把门关上。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儿媳妇是城里来的穷酸，让我家翠花再等等，等大勇离婚了娶我家翠花。你还说大勇工资8000，配得上翠花。现在呢，人家是首富千金，你给我家翠花画什么大饼？她自己瞒着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，你就把人往死里欺负，你活该把金山推出去了。现在我们家也跟着丢人，村里人都说我想把翠花嫁你家，是不是瞎了眼？我先发个朋友圈，让大家看看网红恶婆婆长啥样。妈，走吧。哼，这口痰是替你儿媳妇吐的。你们，婉晴，我求你了，跟我回家行不行？我错了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再不让你受委屈。我是真的爱你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起来。你不答应我不起来。那我站着等你说完。婉晴，大勇，你知道我最寒心的是什么？不是你妈欺负我，是你每次都在场。我跪着磕头，你在旁边；我发高烧被赶下地，你在旁边；我行李被扔出去，你在门口。你每次都在场，每次都不说话。我不敢。你不敢帮我，但现在你敢来跪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爸是林国栋，你跪的是我，还是我爸的钱？不是。你答不上来，咱俩完了。这个答案你一辈子想不明白也没关系，我不等你了。林婉晴，你个骗子，装穷装可怜骗我们家2个月，吃我的喝我的，你翻脸不认人。桂兰，你少说2句。关你屁事儿！是不是他给你钱了，让你帮他说话？他没给我1分钱，我只是听你说养了他2个月，他工资卡在你手里，彩礼在你手里，每月你给他500块，你算算，2个月他赚了多少，你花了多少？他1个月工资5000，2个月1万。他给你家做饭、洗衣、喂猪、下地，雇个保姆1个月得3000吧，2个月6000，加上他给你家的1万，你欠他1万，16000。李婶儿这账算的还真是。你胡说！他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吃的是剩饭，住的是偏房。桂兰，我给你讲个事儿，你当年被你婆婆赶去厨房吃饭，你蹲在厨房门口跟谁说？等我当了婆婆，一定对我儿媳妇好。你跟张秀兰说的。秀兰，你还记得不？桂兰，你比你婆婆还恶。你婆婆当年再刻薄，没把儿媳妇东西扔大街上，没打儿媳妇耳光，没逼高烧39度的人下地，你全做了。你们，我记住你们了，全都落井下石。
婷婷，给你点了你爱喝的。我不喝，我来说分手的，当面说清楚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就我妈那点事儿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欺负她。跟你没关系。我问你3件事：第一，你嫂子那部12000的手机现在在谁手里？第二，你嫂子发高烧被赶下地，你帮她说句话没？那是我妈。第三，你嫂子行李被扔出门，你站在旁边笑没笑？我没笑。新闻镜头扫到你了，你嘴角翘着。我妈看了那段视频，给我发了一句话：看一个男人好不好，别看他怎么对你，看他怎么对比他弱的人。我是被我妈逼的。你25了，你妈能逼你一辈子？你对你亲嫂子都这样，咱俩要是结了婚，你妈欺负我，你也站在旁边笑。咱俩的照片还给你，你送我的项链不是金的，是镀的，我拿去鉴定过了。你连我都骗。林婉晴就是个扫把星，从她进门咱家就没好过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死也不能让大勇娶她。早知道她家有钱还装穷，就该让她多掏。你疯了！够了！骂！你骂出什么名堂了没有？你敢跟我吼？我是你妈！就因为我是你儿子，我忍了你30年。你骂我爸窝囊废，你骂婉莹扫把星穷酸货，他发高烧39度6，你让他去地里，他晕在猪圈是我背出来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嗑瓜子看电视。你把他行李扔到院子里那天，我看他蹲在地上一件件捡衣服，我站在门口，我看着我什么都没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。我30岁了还怕我妈？大勇，你冷静。我冷静不了。婉晴的工资你拿着，彩礼你收着，他的手机小军拿着，咱家谁欠谁？咱家欠他的，他把咱家欠的账全清了，修路建学校2000万，条件是啥？条件是赵家1分钱不许动，这是多大的恨！那是他小气。不是他小气，是你把他逼到这一步。从今天起，我出去打工，不把欠婉晴那19万挣回来，我不回来。这件毛衣是他进门那天穿的，你让人把它扔在泥里，我留着。走，回家做饭去。老黄，打瓶酱油。你躲什么？我身上有瘟疫。没有，都一个村的，我家倒霉了，你们全等着看笑话是吧？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，酱油我不卖了。凭什么？你当初把儿媳妇赶出门时，我在场，我劝过你，桂兰，别这么绝。你说什么你还记得吗？你说我家的事儿外人少管，谁管我跟谁急。好，我急不起。你家的事儿我不管了，你家的生意我也不做了。我记住你了。哼，记着吧，反正以后你来我也不会卖给你。以前这时候，灶台上都是热的。大勇的，小军的，我的，他的。张婶儿，你可算来了，有合适的人选没？桂兰，大勇这名声实在不行了。我前天给隔壁香姑娘她妈打电话，一说赵大勇，人家就问是不是那个虐待媳妇上电视的赵家儿子。我说是，人家直接就挂了。那找个条件差点的，离过婚的也行。离婚的倒是有一个，带个3岁闺女，人家也不要彩礼，就想过安稳日子。离过婚还带拖油瓶，不行。哼，赵家不能要二手货，一定要头婚本分姑娘。哼，赵家不能要二手货，一定要头婚本分姑娘。桂兰，我跟你说实话，现在还肯嫁到你家来的，那是没处去的人了。好姑娘谁乐意嫁过来让人指指点点？就我说的那个带孩子的，人家还不一定答应呢。你还挑3拣4，我大勇1个月8000块，那又怎样？你虐待儿媳妇的事儿全国都知道了，人家不看你家钱，人家看你能不能当个好婆婆。
那大勇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自己把儿媳妇赶跑了，把儿子的名声毁了，你问我怎么办？桂兰，去年你家借3万块买化肥，说好开春还，这都过了时间了。我儿子要结婚，等着用钱。还有我2万，小军学车借的，说3个月还，快1年了。老头子腿不好，等着看病。过年小军在我那儿赊了2600烟酒，说等你发工资平账，大半年了，小本买卖赊不起了。你们约好了来逼我？你们约好了来逼我？不是逼你，是真等不了了。我儿媳妇娘家来人了，拿不出彩礼，婚事要黄。我老头子再不去医院，腿就保不住了。我小卖部现金流断了，进货都没钱。就这么多了，看着办。7400，我们有56000的账，这连零头都不够。桂兰，剩下的年钱必须还清，当着咱仨面把字据写了。给你们写，我王桂兰欠你们一共多少？按手印，年前还清。喝了，回家就别装了。住院花了好几千。桂兰，我在医院看到新闻了。大勇来医院看过我，他把上个月工钱全存医院账上了。他说他出去打工，不把欠人家那19万还完不回来。桂兰，你还记得你刚嫁过来那年吗？提那些干啥？你当时天天哭，我妈不让你吃饱，让你洗全家的衣裳，大冬天手冻得跟胡萝卜一样。你晚上缩被窝里跟我说，等自己当了婆婆，一定不对我儿媳妇这样。结果呢？你比我妈还过分。我妈再刻薄，没把儿媳妇行李扔大街上，没打儿媳妇耳光，没把人逼成急性肺炎。你别说了。我说，你受过的苦，你全加倍还给别人了。你对你婆婆大气不敢出，你对儿媳妇往死里踩。桂兰，这叫欺软怕硬。我说，你受过的苦，你全加倍还给别人了。你对你婆婆大气不敢出，你对儿媳妇往死里踩。桂兰，这叫欺软怕硬。我跟你过了一辈子，你变成这样也有我的责任。我从来没说过话，这次我说了。秀兰，让我进去坐坐。就在门口说吧，我老公不让我跟你来往了。咱俩几十年的老姐妹。是几十年。上回赶集有人背后指我，那个就是赵家恶婆婆的闺蜜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？桂兰，我劝过你多少回，你对婉晴好一点，她肯定对你好。你听过一回吗？我现在知道了。太晚了，谁也帮不了你了。林婉晴诉王贵非法侵占财物案，他真把你告了？他把我和你哥都告了，要我还彩礼18万，工资1万，总共19万。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还钱呗。还钱？哪来的钱？你怕什么？要抓也是抓我，我是被告。妈，我要出去打工。你班上的好好的，好
好什么好？老板看见新闻，当天就把我开了。刘婷婷她哥放话要打断我腿，我在镇上待不下去了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哥跑了，你也跑，讨债的天天堵门，我死了你们不管。这家都是你作的，你把首富的闺女当保姆使唤，你是作的，你自己惹的烂摊子自己收拾。你看这个，恶婆婆骂街合集播放量300多万，这不是咱村那个？就是他。多少钱一斤？不卖。凭什么？菜卖给别人，不卖给你。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，你那个儿媳妇的事儿，我婆婆看了哭一宿，说她年轻时也摊上个恶婆婆，一辈子没缓过来。走吧，我不做你生意。那我上哪儿买菜？那是你的事儿。不是，那个老太太刚那个是不是网上那个恶婆婆？哎，真的，刚才没认出来。审判长提交3组证据：一、被告强行收取原告工资卡，银行流水显示只返还原告每月500元，非法占用工资15000元；二、被告将原告行李扔出门外的现场照片6张，围观村民书面证词4份；三、原告急性肺炎住院期间被被告强行办理出院，医院记录体温39度6。被告，对上述事实你有什么说的？我没有虐待她，当婆婆的教育儿媳妇天经地义。强迫高烧病人地下劳动，在法律上是强迫劳动；收走他人工商卡只返还10%，在法律上是非法采占。什么强迫劳动？我让她做家务就犯法了？那我婆婆当年让我洗全家衣服也是犯法？如果您婆婆的行为符合强迫劳动的法律要件，那也是犯罪。您受过犯罪的伤害，不代表您可以犯罪伤害别人。你们审判长，请求传召证人李秀梅。我叫李秀梅，赵家村人。王桂兰虐待林婉晴，我看过好几回。请描述一次具体情形。有一回，林婉晴发高烧，脸烧得通红，走路都打晃。王桂兰还逼她下地除草。后来林婉晴晕在猪圈里，是她丈夫背出来的。王桂兰当时在屋里看电视，从头到尾没出来。李秀华，你收了他家多少钱？被告注意言行，坐下。再次警告，本次议事庭审将依法处理。李婶儿，您还见过其他情形吗？见过。他不让婉晴上桌吃饭，2个月一顿都没让做过。婉晴每顿都蹲在厨房吃剩菜剩饭。还有一回，下大暴雨，婉晴从地里回来一身泥水，她不让人进屋，让人去猪圈那边用水龙头冲干净。邻居们都知道，只是没人敢说。审判长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要他坐牢，我只是要一个公道。我嫁给赵大勇，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的。每天不到5点起来做饭，工资全上交，病了被逼下地，这些我都能忍。直到他把我行李扔在大街上，指着我鼻子骂穷酸货。我今天要的不多，离婚，18万彩礼退还，他公开道歉，就这3件事。王阿姨，我在您家2个月，叫了您无数声妈，您从来没答应过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不叫妈了，我叫您王阿姨。您欠我一个道歉，不是在法庭上，是在您把我行李扔出去的那个地方。我希望您能做到。本院认为，原告林婉晴与被告赵大勇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准予离婚。被告王桂兰非法占有原告财产及工资，共计1万元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被告王桂兰非法占有原告彩礼18万元及工资1万元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现被告王桂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原告全部款项，并计19万元。
婉晴，官司你赢了，钱我慢慢还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我不替我妈说话了，我就替我自己说，我喜欢你，我离不开你。大勇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。你现在跑来求我，是因为你爱林婉晴，还是因为林婉晴是林国栋的女儿？我当然爱你。那2个月，你爱的是谁？你答不上来，上一次你答不上来，这次还是一样。大勇，我不恨你，我只是不指望你了，以后好过。小军，小军，妈，我走了，别找我。我哥说的对，咱家最对不起的就是嫂子。我不算人，我出去打工，混不出人样不回来。没味儿，什么味儿都没有。桂兰，你电话里说要卖房卖地，想好了，可不能反悔。想好了，不卖拿什么还？法院判了19万，外面还欠5万6。隔壁村老陈家想买地，镇上孙老板想买你这宅基。2样加一块能给8万出头。8万，法院的是19万，加上外面5万6，总共24万6，8万差一大截儿。剩下的你自己想法子。卖房卖地这事儿一旦办了，就不能反悔了。这房子老赵家住3代人，你卖了，往后住哪儿？住哪儿？我哪儿还有脸住这儿？办吧，卖了。真卖了，这宅子赵家住了3代人了。不卖拿啥还法院那19万，还有外头的欠账。攒了一辈子的家底儿，2个月全败光了。王桂兰啊，王桂兰！阿姨，我给您过下数，这一沓一沓的都包好了。数吧，1分不会少。19万整，对数，这是收据，您收好。另外，李女士让我带句话。什么话？李女士说，钱清了，账就清了，以后2家再无瓜葛。她还说，她不恨你，但她希望你以后对别人好一点。桂兰，给你端碗饺子，韭菜鸡蛋馅儿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早该来的。桂兰，咱俩30多年老姐妹了，我今天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要骂我你就骂，要骂我你就骂，不是骂你。我想跟你说，去跟婉晴道个歉吧，你也来替她说话。我不是替他说话，我是替你想，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老宅卖了，地卖了，大勇不回来，小军不知道在哪儿，你住人家亲戚的偏房，1个月捡韭菜挣几10块，你后半辈子就这么过？我还能怎么办？
法院判了，我还完了。法院判的是钱，你欠他的是一句对不起。你不去也行，你就这么熬着。亲戚这偏房你能住到哪天算哪天，韭菜一砍挣3块5块，你后半辈子就这么过。你把人家孩子赶出家门，指着鼻子骂了2个月，你欠他一句对不起。说了，你往后睡觉也许能踏实一点；不说，你背着他进棺材。饺子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阿姨您好，我是省台记者，想做回访。王桂兰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她不住这儿了，老宅卖了，地也卖了，大勇走了，小军跑了，她借住在外村亲戚的偏房里，给人择韭菜挣点零钱。您觉得造成这种结果是谁的责任？也不能全怪她一个，她年轻时也被婆婆欺负得很惨，大冬天洗衣服手上全是冻疮。她跟我说过，等自己当了婆婆，一定对儿媳妇好。那后来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不知道，可能日子过着过着，人就变了，也可能我们这些在旁边的也有责任。她欺负婉晴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没人上去拦，没人说公道话，我还在旁边帮过腔。现在想想，我也有份儿。您觉得村里人也有责任？有一点吧。要是当初有人站出来说一句“桂兰，你过了”，说不定不会弄成这样。别拍我，还来干什么？我钱都还完了。阿姨，我们不是来为难您的，想问您一个问题：如果重新来一次，您会怎么做？重新来一次，重新来一次，我会让他坐下吃饭，第一顿饭就让他坐下。他进门那天穿件红毛衣，冲我笑，叫我妈。我让他跪在水泥地上给我磕头，他磕完站起来，膝盖全是灰，还冲我笑。我以为他好拿捏，我把人当牛马使唤了2个月，他没翻过脸。我把他行李扔到院子那天，他才给他爸打电话。他爸来的时候，我还在笑，我说你开拖拉机来接你吧。您现在想对他说什么？我跟他说对不起了，他没原谅我。他叫我王阿姨，进门那天他叫我妈，后来再也没有过。他不恨我，他说他不恨我，比恨更难受，就是没这个人了，没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不去哪儿，随便收拾收拾。你少糊弄我，是不是记者跟你说了什么？我昨晚上一宿没睡着，秀兰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啥？梦见他回来了，端碗粥搁我面前，说妈，粥熬好了，您尝尝咸淡。我跟他说不咸不淡，正好。这是我第一次夸他，2个月第一次，在梦里，我想去找他。把这个还他。你知道他公司在哪儿？我问了李婶儿，李婶儿给了我地址。那你去吧，包子带着路上吃。秀兰，你说他会见我吗？不知道，但你去了比不去好。王阿姨，你还叫我阿姨？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的碗，你掉在灶台上的，我给你送回来。这个我早就不用了。我知道你不用了，就是想给你送回来。婉晴，我跟你说句话，对不起。这个对不起，不是法院判的，不是记者逼的，是我自己想说的。我昨天一宿没睡着，
一闭上眼就看见你跪在水泥地上磕头。你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全是灰，还冲我笑。我要是当时让你起来，给你拍下膝盖，也不至于今天。王阿姨，您为什么来跟我说这个？因为我睡不着。王阿姨，那只碗您留着吧。你不拿回去？那是您的了，就当个念想。桂兰，炖了萝卜，给你盛一碗。秀兰，我把碗还给他了，他又给我了。他说：“您留着吧，就当念想。”他原谅你了？没说，从头到尾没提原谅2个字，但他叫我王阿姨。进门那天他叫过妈，后来再也没有过。今天叫我王阿姨，客客气气的，比骂我还难受。你怎么想的？我没怎么想。他把碗留给我了，我这辈子砸了他多少东西，手机、衣服、饭碗、尊严，就剩这一样了，我得留着。碗口是我粘的，以前摔地上碎的我没管，现在我自己粘的。吃吧，别想了。站这看啥？房子早不是你的了。我知道，今天他公司来村里考察，村长说的，他要来。景仙村河。谢谢。婉晴精神了。李婶儿，您身体还好？好着呢，好着呢。你送来的补品还没吃完呢。林总，咱村合作社的事儿多亏你牵线，好几家电商来谈合作。秀兰，咋不过去看热闹？不凑那热闹。婉晴的孩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跟自家孩子似的，说的好像你帮过多少忙似的。当初你可在旁边看热闹，还帮过腔。是，我就给他递过一次水，拍过一次巴掌，别的啥都没干。后来想想，递水算啥帮忙？桂兰呢？又来了没？来了。在那边站好一阵又走了，拎2袋东西搁这树底下，1袋鸡蛋，1袋柿子，说是让该拿的人拿走。给婉晴的，没说给谁，就说放这儿，该拿的拿走。他现在啥心情？不知道，我一个看热闹的，没资格替他总结，但我自己后悔。他指着婉晴骂时，我站旁边跟着帮腔起哄。我也是女人，也吃过婆婆的苦，都过去了，过不去。婉晴在电视上说了话，我现在还记得，闪亮要有底线，不然就是软弱。还有一句，闪亮要给知得的人。咱这把年纪了，明白这个理儿，也不算晚吧？不算晚。以后对自家人好一点，比啥都强。婉晴，来坐会儿。婶儿，在这儿乘凉呢。白了，气色好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什么样？以前瘦得跟纸片似的，现在像个活人了。谢谢婶儿。婉晴，你叫我就叫婶儿，你叫桂兰叫王阿姨。她本来就是王阿姨。婉晴，你跟婶儿说说你那基金会干些啥？主要是帮农村女性创业，教她们学技能，帮她们对接资源。咱村里的合作社就是我帮忙牵的线。女人不能把命拴在别人身上，拴不住的。婉晴，你说的话听着就是那么回事儿。我不说大道理，我当初忍是因为我想试试善良能不能换回善良，后来发现不行，善良得有底线，没有底线就是软弱。这话我记住了。
好好念书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，每个人都可以说不。你不是谁的附属品，你是你自己的。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都不算晚。这东西我给村里一挂老人送去，搁这儿也是搁着，送吧，东西是干净的。